我想要的早已不止如此。总算是结束了。本来还以为会再等几年，没想这么快就变成了苏太太。啊，是吗？他这个人呢，在人前看上去很高冷，不容易亲近，其实私底下特别感性。对啊，想不到吧？不过他跟我提结婚时说的话倒也没错。他说，既然已经决定这辈子就是彼此了，就会渴望以更亲密的方式陪伴对方。所以我们不如遵从内心的意愿，成为合法夫妻吧。当时我稍微想了一下，觉得还挺有道理的。我们已经认定了对方，那么想要变得更亲密，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啊。对啊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未来有一天和左然的关系会发生变化？怎么还皱眉了？没想过吗？左然的想法，我觉得他一定希望跟你变得更加亲密。哎，你怎么这副表情？是不是左然欺负你了？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让你不安的事情。啊，看来我猜对了。现在呢，离丢捧花仪式还有一点时间，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再这么说，我也是过来人。怪。我觉得应该不是。据我所知，最近左然没有接危险的案子。
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可以往好处想。也许左然避开你，是在准备惊喜，也说不定。没有啊，我只是……啊，对，工作人员通知我，丢捧花仪式快开始了。你呢，先去现场准备一下，我等会儿和婚庆公司的人一起过去。等会儿见。左然啊，左然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左然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？我跟苏子毅的婚期定下来了，就在下个月。恭喜，我会准时出席。光出席可能不够，苏子毅还想请你当伴郎呢。我？可我并没有当伴郎的经验。没关系啊，婚礼的流程都交给了专业的婚庆公司，你只需要提前到场就好了。而且，他已经答应我当伴娘哦。你不会想看到他跟别的男生一起搭档吧？翟星，你好，我答应。不过，我需要你婚礼上的一样东西。哎呦，这可稀奇了！我婚礼上竟然有你左大律师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你的手捧花。手捧花？左然，你不会这样求婚吧？行了，他没听到，就很紧张的。哎，对了，左然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？竟然一点风都不透。你打算怎么求婚？浪漫的、夸张的，还是就你们两个人？还有，他知道吗？他还不知道。我想给他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，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，从我确定自己准备好与他共度一生时就开始了。那怎么到现在还没求婚？因为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跟我更进一步，会不会觉得这样太快。我听说婚礼上的捧花有传递幸福的意义，所以我想借着这次先铺垫。这种事儿不能拖泥带水。哎，你要不要在我和苏子毅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就求婚？在你们的婚礼上求婚？不太合适，那是你和苏子毅的婚礼，我不能喧宾夺主。我们不会介意的，能够在自己的婚礼上见证另一对恋人立下婚约，感觉还挺有意义的。况且，你和他都是我重要的朋友，我可是看着你们一步步走到今天。要是能在我自己的婚礼上为你们送上祝福，好像特别有成就感。再说，这完全符合你想要的独一无二啊！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。
我担心贸然求婚，会给他带去不必要的压力。左然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既然都想到了求婚，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。你应该也能确定他对你和你们这段感情的态度，只是你现在太在意他了，所以才会犹豫不安。但感情是骗不了人的，你不如说出自己的真心，把决定权交给他。难道你希望一直与他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？我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太瞻前顾后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既然决定了，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求婚流程？流程？对啊，我在婚礼仪式结束后拖住他，给你争取时间。至于求婚礼服、钻戒，还有求婚的誓言，都要提前准备好。这些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左然，我有时候真的有点怀疑你的执行力到底是强还是弱。明明把求婚的所有细节都准备好了，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退缩。啊，我们继续。反正等到求婚那天，你好了就给我发信息，我会想办法让他去现场，到时候你就顺势求婚。那捧花什么时候给我？他出发后，我会让婚庆公司开车送我过去，应该会比他早一点，我直接给你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行，我回头跟苏子怡说一声，让他跟你详细说说求婚的流程，他有经验。谢谢。跟我客气什么？我先去通知苏子怡了。翟青，什么？还有什么没交代的？这件事，希望你们能帮我保密，先别让他知道。我懂，不过我们是没问题，你比较难瞒住他吧？你对他的感情都能从眼神中溢出来了，旁人一眼就看得懂。他就算再当局者迷，以他的敏锐，应该也能察觉到。我会尽量避免露馅。